嗨嗨嗨，小夏，早安。Hello，大家，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问题。对，因为大家对医院通常都有一个迷思啊，大家都觉得，这个医院通常就是会有很多就是活人进来看病嘛，啊，有些人可能就是也不一定真的是生重病，有可能就是寿终正寝啊，就是可能会活到老，然后可能也年纪也到了，然后就进到这个安宁病房，然后因为活到老总是会有一些器官就是越来越衰竭的状况，那有可能就会在医院逝世这样子。那医院逝世可能就会变成鬼魂之类的，反正大家就会很好奇啊，就会问说，那唱歌你在医院工作那么久，那到底有没有遇到一些所谓的灵异事件？因为听说医院蛮阴的啊，还是怎么样的？反正大家就想要问我有没有这方面的故事啊，谢谢。那这边就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遇到的其中2件，其实只有一件是我亲身遇到的，另外一件算是医院里面的医院传说，都市有都市传说嘛，医院里面也会有医院传说。对，第2件比较像是这个医院的医院传说，以下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其实是我真实遇到的。我先讲啦，我自己遇到的事情并不是真的很恐怖，就是如果怕鬼故事的也不用太惊慌，没有说真的什么看到鬼还是怎么样，只是真的蛮奇怪的一件事情，那就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件事情是我在实习的时候遇到的，实习的时候是大7嘛，就是当 intern。然后那个时候实习的时候，我刚好也是在儿科，然后我们儿科那一天刚好我值班是礼拜5，我们儿科值班呢，那个睡眠品质通常会很不好，因为我们通常值班室就是一间，然后里面有4个位置，对，就是里面刚好有2个上下铺，所以总共4张床。然后那一天值班的实习医生，甚至是住院医师，就是那一层楼的住院医师都是睡那个房间，所以常常会睡到3到4个人这样子。那大家知道值班就睡到3到4个人，那是一个品质非常不好的状况，因为大家知道，如果你真的运气很好，你半夜没有被call醒，那即使你都没有被call醒，可是其他病房他们住院医师或他们实习医生接到电话，他们手机响都会响很大声，所以你一样会被吵醒。所以我真的觉得值班室设个4人房真的是很为难大家哎。好啦，小小抱怨一下我们医院的，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医院都会遇到的问题，因为总是不可能每个医院都有很大的空间，然后每个人值班都是单人房这样子。可是我真的觉得值班4个人睡在里面，那真的是睡眠品质会很差。即使你一个人平均被扣1次，你就想一下，一个人平均被扣1次要起床处理一件事情，那等于是那一间房间里面每个人都要那个半夜都要起来4次，那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、睡眠品质很差的事情。好，跟这次主题无关。总之，我记得那一天是礼拜5，然后那一天礼拜5已经到晚上1、2点了，那一天好像刚好比较忙，然后我又记得那一天其实很不顺，我也很难说出是哪边不顺，反正大家知道 intern 其实那个时候啦，我们 intern 并没有负责说什么太重要或是太危及生命的一些业务，并没有，可能就是帮忙打杂，然后比如说做一些血液气体分析之类的工作。那些工作理论上是很简单的，可是那一天就是超级不顺。我记得我拿这个血液要去分析的时候，那个机器刚好坏掉，然后又怎么样？反正平常不会发生问题的事情，那一天全部都发生，就是一个很不顺的那一天。然后到半夜1、2点，我终于可以去值班室睡觉了。然后我就打开值班室，因为通常啦，半夜1、2点的值班室，通常里面已经会有1到2个人，因为大家再怎么忙，大概忙到12点1点，大部分有一些人会去睡觉，所以理论上1、2点通常里面会有人。可是那一天1点多，我打开门，发现值班室里面没有人那没有人还蛮奇特的。当然有几个原因啦，有可能那一天刚好其他值班的医生是女生，所以他们就不会用到那一间，这是其中一个原因。那不然就是其他人真的都是太忙了，忙到就是现在还没办法到值班室。好，总之我进去里面没有人，我想说好，那我就换个值班服嘛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穿就是一般工作的衬衫，所以想说换个值班服。那换个值班服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就把门锁上，以免就有人突然进来嘛。那锁上之后，我就开始换值班服。那换完值班服之后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那个时候还提醒我自己说，哦，那我现在要把门锁打开，确定门是可以打开的，因为如果我真的就这样反锁了，那外面的人就进不来，那我可能就完蛋了之类的。我还特别记得非常清楚，我有提醒自己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就把门锁打开，确定门是可以打开的，那我就去睡觉了。那睡到大概半夜3点多的时候，我有被惊醒，因为我有听到就是有开门声，
有人进来睡觉了，所以我就被惊醒，然后被惊醒之后我又再睡着了。那隔天大概7点多起来的时候，果然旁边就是有一位学长在睡觉，所以目前都很合逻辑。可是就在大概8点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就响了，我接到就是当天值班总医师的电话，是个学姐，然后打电话跟我说，学弟。他一开始是用比较严肃的口气啊，就说：“学弟，以后值班不要把值班室的门锁上，不然其他人进不去。”然后我听到就想说：“啊，我没有锁门啊，我超级确定我没有锁门，而且有学长进来睡觉，我就回去说：学姐，我确定我没有锁门哦，我昨天还有检查。”然后也有学长在睡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没有，那个学长是发现门锁上了，他进不去，他还去就是备用钥匙那边找钥匙，然后打开值班室的门，他才进去的。”然后我就疑惑啊，我就想说，我确定我没有锁啊，可是我发现越解释就是越百口莫辩啊，应该这么讲，因为里面就只有你啊，然后又把门锁上了，所以一定只有你能锁门。对，反正我那个时候就不断的跟学姐讲说，我确定我没有锁门，可是后来想一想，我这样解释其实根本就没有用啊，里面就只有你，一定只有你会锁啊。对，反正。这件事后来有一点点不了了之，总之大家还是认定我在值班室里面把门锁上了，然后导致外面的人进不来，他们还拿了钥匙开门，后来3点多才得以睡觉这样子。然后后来这件事有可能也有影响到我的成绩啦，这我不是很确定的假设，因为刚好在那一批同学里面，我的成绩被打最低，然后我也没有我也确定说我的笔试或者是我的其他表现，我是不亚于其他同学的，这是我自己的推论，我也有可能我其他地方表现也不好，这是我单纯自己的推论啊，大家听听就好。总之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，然后我真的觉得很奇怪。如果说当初我真的是迷迷糊糊进去换个衣服睡觉，不小心把门锁上了，然后我就接受自己的错误，那就算了。可是我就真的很确定，我还要提醒自己，对，就是你已经提醒自己有做这件事情，你也确定你这个门是没有锁的，可是竟然隔天还发生这么一件事情，对，所以你可以我就把它分成2个面向来探讨，一个是假如没有超自然力量的话，如果这个世界不存在超自然力量，那一定是我自己干了这件事情，我不知道。可是我又确定我自己没有做这件事情，对啊。如果这个世界有超自然现象，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门锁上了，对啊。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，对。而且那一天我印象很深刻，那一天就是从早到晚都不顺，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太追究这件事情啊，后来就不了了之，也就没有发生第2次。然后反正 peace 结束了。这以上是我遇到，算是我从当医生到现在可能3年多左右的时间，真的遇到比较奇怪的事情吧。其他倒是都还好。那接下来第2件故事跟大家分享医院里面的医院传说。那这个医院传说也是蛮有趣的。总之我们医院有分这个新大楼跟旧大楼。那新旧大楼呢，在地下室大概 B3、B4 的地方有一个通道，很大很长的通道，越过中山南路，我们叫它警察通道或是擦服通道。这个通道很大，就是横径大概至少有10公尺以上吧，对，然后长就大家要横过那个中山南路，所以长至少有可能100公尺以上，就是蛮大的一个通道。然后基本上在我们医院里面的人都会听过这么一个传闻，就是如果你半夜去走这个擦服通道的话，一定不能走在2侧，因为2侧是给就是那些你看不到的物体，不能说物体，你看不到的那些灵魂给他们走的，然后我们要尽量走中间。那听说就是有阴阳眼的人，差点说成写轮眼，听说有阴阳眼的人经过那边，就是半夜的话，就是2侧会真的蛮多可能鬼魂。就是从东指走到西指，从西指走到东指之类的，我自己没有那个眼，所以我当然是看不到。对，然后所以大部分我们医院的人都会知道，如果半夜要去走那个通道的话，我们都会尽量走在通道的正中间，就从正中间走过去，然后从正中间走回来，就尽量不会去走2侧。那这样的说法是说，因为就是可能鬼魂他们本来就会喜欢待在比较阴的地方，对啊，比较阴的地方。以一个通道来讲，其实就是2侧嘛，因为两侧有所谓的墙角，然后有墙壁，也比较潮湿，所以2侧就是比较阴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他们要去走那个通道的话，他们一定是选2侧走，然后中间的地方就我们就去走。然后我们如果去走到旁边的话，可能就会跟他们撞到之类的。这是医院里面蛮多人都听过的一个说法啦，所以这里面也是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很多人可能就会说，苍狼哥你是学医的，你是学科学的，
你会相信这些哦，对吧？其实我觉得相信这些跟相信就是医院里面我们尽量不要吃凤梨酥，尽量不要吃芒果，我觉得有一点是那种宁可信其有的感觉啊。但你说我有看过鬼吗？我有被鬼附身还是怎么样？我都没有啊，我没有这些经验。可是怎么讲？当你在医学上遇到太多，要么是奇迹，科学无法解释。对，当科学无法解释，可能是好事情，我们就称之为奇迹。那可能是坏事情，我们就可能就觉得他怎么会这样子？他怎么可能会一瞬间就是失去生命之类的？反正我觉得现在世界上还是有太多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。那在医院里面，因为每天都在面对这些生离死别，每天都在看这些病患，所以你更是会去敬畏这些所谓的超自然的力量。对，虽然说以处置上我们还是以科学以文献为主，可是我觉得在每个医护人员的内心的小角落，应该都会对这些自然力量还是有一些敬畏啦。对，毕竟我们做的是我们本来就在做逆天的事情，因为如果这世界上没有医疗，我相信每个人的这个平均寿命可能都只有40-50岁而已。对啊，我们本来就是在做逆天的事情，我们在尽可能拉长人的寿命。那在对于超自然力量这一块呢，我们本身也会存着一些敬畏的心。虽然说可能大家都说眼见为凭，我们可能也不一定看得到什么，可是听到这些故事，可能多少还是就宁可信其有嘛。反正半夜去走那个什么通道的，对我来讲，我走在中间跟走在旁边，对我来讲就花的时间是一样的。那我就走中间好了，就既然听过那个故事，那我就尽量不要走旁边这样子。反正我觉得人至少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迷信或这样子一些信仰啦。我觉得有迷信或信仰是还 OK， 只要这些迷信信仰不要去严重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，反而使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做出一些不合逻辑的事情。我觉得人有一些小小迷信、小小信仰，应该都还 OK 的吧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医院鬼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其实也没有什么鬼啦，对，反正就是我自己亲身遇到跟我们医院里面的这个医院传说，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如果看我频道的人有什么特殊体质的人，也麻烦在下面对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你们眼中的世界是怎么样。我之前在当替代役的时候，我刚好我的邻员，我隔壁那个，他就号称他有阴阳眼。那在服役，就是在成功岭里面又很无聊，所以每天就都要听他在讲他阴阳眼看到什么的故事，我听一听，我也是觉得蛮有趣的啦。我自己是没有很怕，就是觉得我们两个人看出来的世界竟然那么不一样，觉得很有趣。好啦，那么今天这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大家拜拜。小夏也说拜拜，拜拜。